距离我上次驾保时捷卡宴的时候呢，是在应该2年前吧。但是我人生中第一次驾波吉 Porsche， 事隔2年之后呢，他来了。正隔壁这位就是子贤哈，如果你们还记得我曾经试驾过 M340i 的话，他就是那位车主。哎，你的车嘞啊？在厂通就行了吗？不是去修啊，又在改了。上次你的车都改了很多了吧？现在 Stage 4了吧？有吧？没有，3.5。我们再看之后的改出来的车会是怎么样啦。今天他就带了一辆 Porsche 911 GT3 RS。那这辆车当年新车在马来西亚是售卖着1.75个 million 啊，包括4年 warranty 这样子。其实对于我这种普通人来讲呢，这辆车很多东西我不太会啊。Porsche 很多款式的话，我只会什么帕纳梅拉啦、卡宴啦，或者是Macan 啊这样子会分啊 ，Turbo S 啊这样子。那911呢，它真的换了很多代，有很多款式。这个是911.1，捷爷那个是911.2。其实它的分别在哪里？轻一点的，快一点，快一点，就是选配可能碳纤维多一点，多10匹马力这样子。看一下这辆车到底有怎么样啊 ？Let's go。Hello boss。大概2015才拿到车，这是2016的 body。Porsche 911 GT3 RS 啊，这个是我手上的钥匙，很多波吉啊的钥匙啊都是长这个样子的，像它的车身这样。哦 ，frameless door 啊，这是阿坎塔拉嘛，对吧？然后你要开门是拉这边哦。喂哦 ，track ready 啊，这辆车 full bucket seat 啦。听说这个 full bucket seat 的话会比较大张一点点的，没有讲 hold 到你的身体很 tight 那种。里面就有 roll cage ready， 这辆车是 track ready 的，也就是说你可以买菜用，你可以下场用都 OK。所以这个是合法的哈。如果我们普通车装 roll cage 的话呢是不合法的，这辆车是原装有了，你讲不合法也没办法。OK。我要把引擎先打开，让子贤先吹冷气一下，因为很热，真的很热哈。这个钥匙呢是插在这边，要踩 brake 上，这我要，哎呀，所以每次下车都要把它拉到最后啦。对。OK， 这个引擎呢，不要怀疑哈，4.0公升，没有涡轮增压，你没有听错哈，这是一具自然进气引擎。哇，它的转速表可以去到9000转，我们来听一下它的叫声哈。哇。有 rev cut 啦，4000转，但是你会发现到它 NA 有很直接，非常直接，迫不及待要去试驾。但是我先调整一下座位 ，OK hold。但是如果我调前的话，我就下车就很难了咯。下车再调。这是一具7速双离合变速箱 ，PDK of course 没有美诺的配置哈，推去美诺 mode 可以用 pedal shift。美诺模是不会自动静压的，完全不会，完全都是福利美诺的玩。对，把这转速设置在那边，比如说 PDK Sport 是压箱 Sport， 它的静压下压会更快。然后这个是 Suspension， 这个是 Suspension， 调硬软，更硬。现在是更硬，所以我先调软一下了。ESC off，ESC 加 TC off， 然后 exhaust 声音 exhaust valve 已经丢掉了，button 声音真的很好听。车身高度啊，对，调高前面。Front end is raised， 然后我们过来一个时速，它就会跌下来了。过了60。Pit speed 这个是你在手棒的时候，你在 pit 的时候，你按一下它就不会超过40了。哦，它有一个 speed cut 这样子啊，它有一个中央扶手。哇，可以放 USB 还有电话不了。其实还有一个时间，用来算 track time。对 ，Porsche 到现在啊这个年代呢，它很坚持把转速表放在中间，就算它再新都好呢，转速表永远都是 analog， 旁边都是 digital， 这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点啦。之前你在车上等我一下，所以我下车一定要每次拉到最后，所以每次开门要这样子拉的哦，好像那个安全带有没有？这个。怎么分这是911 GT3 RS 呢？没有 RS 的话呢，你就不会看到这里有个出气孔，油盖 ，aluminium 的盖。如果要打开前面的 boot 呢，还有后面的话，都是要按这2个 button。在这个前面来讲呢，你就不会看到有 engine 啊 ，Porsche 呢都是非常出名把引擎放在后面的。这个盖子呢是非常的轻哈，其实它原厂的颜色是跟这一个一样，这是一个碳纤维的盖子，之前的颜色是跟车身颜色橙色一样的，外层呢就 wrap 上了 carbon fiber 的 sticker， 所以让它看起来比较漂亮一点啊哈。facelift 之后的这个盖子呢，你会看到这有2个进气孔这样子啦，这里只能放一个行李箱，我的包包呢就把它放在这儿了。
一个22寸行李箱放下去基本上没有位置了。那个车头的话，应该剩下8个 cm、5个 cm 这样子吧。前面这里就有一个6头包 6 port， 配搭着这个 ceramic 的刹车通风碟。它非常特别的一点哦，轮圈拿出来的话呢，必须要把它 unlock， 所以它是在中间这里有个 lock 的哈。这个轮胎是一个 Goodyear 一个 F1 的轮胎，265/35 ZR20，所以前面是20寸。来到后面这里的话是325/30 ZR21。前20寸，后21寸，非常的宽，非常的厚，哇，真的是不一样尺寸啊！后面这里这个 4 port 的卡钳，还有这个刹车通风碟啦，4.0公升自然进气的引擎，它拥有着500匹马力，460牛顿米，可以去到9000转，声音非常的好听，非常的直接。碳纤维的 spoiler。你会看到引擎在里面哈，这有2个大风扇，好像你买 graphic card 有没有？这里是碳纤维。如果你今天要把这个引擎盖做 service 保养还是怎样的话呢，你必须要把这些都拆出来才可以看到引擎哦。这里就会有一coolant放 engine 油的。OK 了，不讲太多，我们去试驾了。哦，这里有一个动静器哦。哎呦，年纪再大一点哦，我觉得比较辛苦坐一下啦。但是我觉得这个高度上车的话，应该都是比什么 Ferrari、Lamborghini 来的更容易了吧？如果是没有 full bucket seat 的话，我觉得是很舒服的一台车来的，空间非常有限啊，这辆车。哦，这里还可以放一个，哇，作为伸展空间了。后面这里没有位置，哎呦哦，还可以放一些东西，手机也可以放，这个我也不懂放什么。把椅子调到我的座位。Alright， 红色的 seat belt 原装的，不用再改。如果这辆车等一下上云顶还是上高速的话，就不用再讲话了，因为它的这个引擎声真的是非常大声。哇，它的 electronic parking brake 这样大声啊 ，release 的声音啊，很大声。因为没有隔音嘛，车完全没有隔音嘛。OK， 你看我已经进了低了 ，PDK 压箱是不会前走的，你必须要点一点油。那个压箱真的是多 clutch 是多 clutch， 听到路面的杂音全部传来了。这样也是哦，咔咔咔咔咔咔，好像那个在开着 track car 的感觉咯。这样低速都会听到轮胎的声音哦。后面是完全没有隔音的，前面你还可以讲有一点的。前面也没有隔音的，因为我看过他们拆这个门板来修理的时候啊，里面是空空的。哦，这个就是要给你 track ready 就是这样子咯。哦，那个油门，哦，连刹车声音我都听到哎，真的是不同的感觉哈。这是我驾过这么多车以来，它刹车要踩到比较深才有。这跟我之前驾那个卡宴的感觉也是一样，就是要踩得深，它是有力的，只是前面那个你会怕，怎么好像没有什么感觉了？你会感觉好像没有东西了。对，这是它的 6 port 的那个特别之处啦。Carbon ceramic 的原因。Carbon ceramic。哦。哦。那个一踩大油，那个 bass。不过不要拉2000转哦，拉7000转哦。哦789，它就不会有那个声音了。789就没有这种声音了。它的油门啊，真的是直接到啊！而这辆车，我想要在 YouTube 找很多那些关于 review 的资讯啊，基本上马来西亚人哦，只有 Bobby Ang 在 review 这辆车吧，然后其他的都是没有机会啦。所以我今天非常的荣幸，今天借我这辆车，而且这辆车我只是看鬼佬怎么去介绍，其实也不多啦。这辆车真的，据说是一个 double wishbone 来的双 AB。所以不是啊，哦，那个是新的才会有，所以我不知道哪一年份打哪一年份，它其实做了很多小改，你完全不知道去。我没有开那个 suspension 哦，很舒服一下的哦，它不会很跳的哦。上几个影片我是开 Civic FB， 然后加了 adjustable 那个哦，那个真的是比 CV1 真的是够跳啊，这个很舒服嘞。可能我 try 一下我开那个 suspension 啊。有路感了一点点哦，跳有一点哦。
然后没有怎样，我不会做到腰骨酸痛那种啊，暂时是不会啦。这样车有 sport mode 那些吗？没有，就是推去 manual，然后自己控制油门来控制 gear 那些，就是它的 sport。哦，明白，它不会这边有的推那些，对的。它不会这边好像有的 selection 那些，它只是 fully manual 给你啦。去到红线也不会，它的红线是看在什么转数啊8800要换掉。哦，8800。哦，后面有一个哒哒哒哒的声音是，它的 body 的那种敲地板的哈，因为它可能这辆车不是新车嘛，可能它有 gap 了，哦，这是正常的。就好像真的是整辆我在10磅的感觉啊 ，track car 拆空完全所有东西，听到那些声音啊。这样车是前驱还是后驱嘞？前驱还是后驱啊？这个后驱，后置后驱。会马力会大到你会那种 S 字形吧？踩完。通常是速度太快才会，但是1号牙也会打漏。打漏哦。1号牙会，2号在某些情况下会。哇，这个4.0哦，拥有500匹，460牛顿米，是真的不简单啊。OK。这里有 Ghost Mate。哦，你 Ghost Mate。Alright。压力大加这个车，但是如果你不想它是一个 Porsche 啊，真的是很好加啦，讲真的，什么都很 direct。哇，讲不出话。上次距离你开你那个车，我第一次喊，人生中第一次会喊 What the fuck， 这是我想喊第2次，但是我不敢喊 Holy shit， 哦，哇，哇，因为我怕屁股出还是怎样，所以我就OK， 原厂数据呢，0到100是3.3秒，我不知道刚刚有没有3.3秒啦，因为我其实也没有讲一下子跟它 flow 到完去，我是先踩。可能68%，然后再负到完，因为我不知道啦。然后他讲0到200啊是10.9秒而已，真的是快到一个 NA 车 ，bro。哇！那个 steering direct 到。直接到哦，好像在加购看的那种，给你很直接那种感觉。它的虽然是 EPS 啊 ，Electronic Power Steering System。完全没有任何的压力哦，低重心后置引擎，然后它是 Boxer engine 是吗？它是 Boxer engine 啊，所以它是那种水平制引擎，比较低重心啦这辆车，然后真的是过这些弯完全没有压力，又有 roll cage 的帮助，哇，合法的 roll cage。他想呢，这个牙响哦是 tune 给 track use 啊，所以你不会看到非常低转哦，在高速的时候，极限可以去到310公里每小时，可能还可以再高，再改下去的话啦，310很厉害喽。不松油门的情况下，我们踩着一点点油门过弯。完全没有玻璃肉哦，不怕。
改过吗？这辆车没有，没有 remap 那些什么都没有。没有。哦，其实它的力啊是什么转速才来的比较？ 6、7、8、9。我要这样高啊？所以你要用 manual hold 着它到6、7、8、9。然后还要开 PDK Sport。我刚刚忘记开嘞，我换起来更快。这辆车如果在345，我就感觉这辆是冷美了。是那个转速啊，不过真的是它的 NA 的感觉，就是越高转给你越有力啊，越高然后就一直来一直来哦。真的咯，那个 brake 哦，要踩真的很大力一下哦。真的很快的。我还没有试到它的真正的 brake 真的，因为我好像。不懂，我要踩下去，好像真的要很大力。真的要很用力去踩那个 brake， 真的。哇，那个加速感真的。PDK， 所以简单来讲，这个 PDK 开了哦，就是它的压箱会 sport。如果你有多的时候，你要关掉 PDK Sport， 不然它不会降档，它就会拉的 behavior 很奇怪。好像真的是在 track 这样明白。哦，真的是那种感觉给到你热血到，当你看到那个转速哦，去到8000、9000，哇，那个感觉。所以为什么我这么喜欢FD 多啊？为什么？因为它真的是当然那个款式是我最喜欢的，然后转速可以去到8、9千那种感觉，哇，很爽。这一桶油打满是要打97是吧？97。然后需要多少钱打满？40-50升的。40-50升的。很吃油啊，应该是我觉得。比我的340省油。啊，真的啊？我过这些当减速带，你会听到那个声音，嘣嘣嘣。如果你讲哦，它是 Sport Suspension 哦，我还是 feel 到很舒服，真的。For Sport 啊，真的很舒服。它不像我们改出来的车是真的硬到没有朋友。所以我觉得它不够硬，我想改它。还要再改啊。Daily Drive 买菜用很好啊，真的。这辆车没有不是玩极限的，不过是玩在 track 的时候，在 Nürburgring 啊 lap 的时候是拿7分钟20秒是吧？
一个两对，7分钟。 7分钟20秒，它还比那个 Carrera GT 快了一个整9秒钟，是一个非常强大的车这样。Oh no！ 这辆车当你在转速低的时候，你听到那个bass的声音啊，刺耳，那个耳朵会爆，我觉得。你不能给它太低转的时候踩太大油，有乒乓可以休息一下。给它休息一下。好，我们这个 Part 1就到这里了哈。所以我来到这边的话，你们就知道我的风格又要干嘛了哈。所以请留守我的 Part 2，我们就会把这辆蛙王哈，就把它开上山顶去了。OK， 我们就给它休息一下。你看它会退后了，如果是有退后 assist 啦吧，就是那个在哪里？按，真的是上山很大声。了之后，我觉得你要 all the way sport， 然后 manual， 然 manual 后啊转速就是678，然后通常2号、3号，很少会用到4号，我通常是2号、3号就够用了。也不敢去踩太多啊，这样子。1号会滑，这碳纤维。要关掉 ESC 了。我只是保守驾吧，这辆车。哦，对，这辆车有一个 cup holder， 是吗？这边 cup holder 就是在里边，你要按出来，咚。这个以前的E90的时候啊 ，BMW 都看到了。OK 啦，现在之前我们 Part 2再见啊。每次上下车一定要拉。要不然你下车真的很难。哇哦，波及啊！好了，各位，影片就到此结束啦。喜欢看我的 POV 的朋友们呢，记得按赞、订阅、分享、打开小铃铛哦。我们下一集的影片再见，拜拜。